救你第一式，血打狗背。儿子记好，开天辟地。第二式，拨狗朝天。天昏地暗。你看好了，臭蛤蟆，我这招叫天下无狗，共有749种变化，威力无比，涵盖六方，尽力所至，四面八方都是帮。哼，便是有几十条恶犬也一起打死，我看你怎么破解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怎么破解，臭蛤蟆！嘿，我这一招叫癞蛤蟆上树，你的棒子打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，死死缠住，让你有天大的力气也使不出来。我缠，小子，给我顶住他！哈哈哈，你棒子里积蓄的内力越来越多，撑不住了！哈哈哈。我胡说，你丑事做的，别人说不得。你这轻功不错嘛，你姘头果然待你很好。姓李的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会不会说人话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就算我不说，别人也会说呀。你。稍等！杨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仙姑出手过于狠毒，在下想讨教几招。秦义父的姐姐，这个贼婆娘厉害得起，你赶紧带着媳妇、完颜妹子、耶律姑娘，快走吧！
哥哥，你看见没有？小心安气！耍我！安气来了！臭小子！安气！老怪物住手！我师傅赢了！你师傅才接了我一招，你胡乱说什么？喂，老怪物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说好了以10招为限，现在都20招了，你想耍赖是不是？啊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靖哥哥，佛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娘。过儿，是玉女剑法。是。
剑法，可惜虎头蛇尾，后力不足啊！啊！好，那我就用全真剑法杀了你，不枉你嫁给我的欺师灭祖之名！我用全真剑，你用玉女剑，浪迹天涯。花前月下，哼，双剑合璧，这剑法不错，很好。你们这剑法叫什么名堂？这叫刺驴剑。小顽童，你又骂人！哼！我金轮今日不和你们计较，咱们走。姑姑，我们终于练成了。想不到玉女剑法最后一招，竟然要和全真教的剑法配合使用，才能显出威力。杨过，今天叫你领教领教我的阴阳捣乱刃法。
你赢了，将我们2人一起杀了吧！姑姑，姑姑小心！假刀非刀，假剑非剑，刀即是刀，剑即是剑。左赖凡若，右结忘归。老贼婆，你住嘴！踹他面门，刺他后心。刺他左刃，击他右臂。娘，你就不要再乱喊乱叫了。对呀，兄弟，别上这老太婆的当，靠累死你啊！好你个杨过！刺他后心。姑姑，你怎么样？我不要紧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一个人对付他。你小心。你瞪我干什么？我只教你杀敌谁？
境。过儿，你使的这路剑法，我怎么没有看过？这是桃花岛的御箫剑法。姑姑，我再演示给你看弹指神功。他剑小又尖，刀手做累了。小心，他要刀剑7公里的上盘。你小子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小姑娘武功有点长进呐。大家一起上！龙姑娘，你原谅我吧。这边！
是那些绿衣人，是耶律齐。哎，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哥，咱帮不帮？杀！杀！走！耶律兄，我来帮你。姑娘小心！是瓦颜姑娘。救人！好。五公子救我！五公子！耶律兄，拦住这个恶贼！好。姑娘，又是个小美人。这人武功好高，是什么人物？我们看看，谁先打落他的兵刃。好，大武，大武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又来了2个大美人。师娘，文儿，你爹他们呢？我不好，李道长，快来帮忙，快！
否则2个小美人就没命了。阁下是谁？你我素不相识，何以请我女儿？这个是你女儿？你是完颜夫人？不，这个才是。很美，很美，母女都美。恶贼，放肆！师叔！李莫愁，我师叔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伤他的性命？哼，杀了就杀了，你想怎样？我和你拼了！咱们今天老账新账一起算。公孙止，还不赶快跪下投降！好，我投降。夫人小心！勇哥不倒！谢谢姐姐。不过你什么时候知道？这公孙老儿不知道你是郭大侠和黄帮主的女儿，功夫如此了得，他的破铜烂铁怎么伤得了你呢？表妹，你不应该这样。我，刚才我手下留情没要你的小命，莫非你以为我真的伤你不得？爹，你就别再打了。让开！别动！谁敢再动一下，大家同归于尽！老贼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我不要女儿了吗？我做给你看！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，老娘将你碎尸万段！恶妇，你背叛夫郎，杀我弟子，我与你绝不甘休！这恶妇勾结外贼，要杀尽我谷中男女老幼。众弟子听令，渔网刀阵，一起围上！谁敢？玉娥，跟我走，走！
恶贼，你击响了绝情弹。绿娥姑娘，公孙姑娘，还给我吧。绿娥，女儿长这么大，从没求过你什么，现在女儿就要死了，求你把绝情丹还给我，行不行？阿弥陀佛。住手！公孙姑娘，啊！给我住手！女儿不孝，没有听您的话，您别怪我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公孙姑娘，杨大哥，真对不起，我没有给你拿到绝情丹，快去追我爹，拿回绝情丹，治好情花毒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我的傻女儿啊！我值得什么？你何苦如此？借剑一用。龙儿，公孙先生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没想到我反而多次连累你，害得你落到如此地步，我心中十分歉疚。柳妹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！想不到龙姐姐功夫这么厉害，我就是练一辈子也赶不上她的一半啊！龙姑娘为了杨大哥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过儿，龙姑娘重伤出狱，现在又身中剧毒，不宜再纠缠下去。这样吧，你我同时和公孙止说话，你来恐吓，我来安抚，让他身心不宁。公孙先生，秋千尺那个恶妇已经被过儿给杀死了，除了你心头的大患。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李莫愁说，你不肯给他解药，他也要来找你的麻烦。这个女人更难缠。不，李莫愁说了，只要你能治好他身上的情花毒，他就能帮你重新登上绝情谷谷主的位置。
你以前害死的是女柔儿，变成厉鬼来抓你了。不信你回头看，他就在你身后。公孙止，你背后那个披头散发的姑娘是谁？她为什么满脸血污，伸长了舌头？她的手爪好长，就快抓到你的头颈了。原来是柔儿，好柔儿，就抓她的头颈。龙儿，公孙先生，你将半枚绝情丹给我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给你。多谢了。你们等着瞧。过儿，水仙山庄。大师，这火因何而起？好像是那个谷主夫人放的火。裘千尺，他现在已经是绝情谷的谷主了，为什么要销毁自己大好的基业呢？这个老太婆心胸狭窄，谷中弟子都不服她。即便是她今日杀了公孙止，她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。师父，你找到师叔的尸身了吗？我把他留在庄里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，师傅？师叔，三通，这把火烧得好，一副臭皮囊，要它何用？随火而去吧。师叔，师叔，师父，您教训的是啊。福儿，娘，把妹妹给我。一灯大师，这里火势太大，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师叔啊，李莫愁，你得知陆展元、何元军已死之讯，你就去挖了他二人之墓。你说呀，你告诉我，爹，你把他们的尸体放哪儿去了啊？
爹，早就已经烧成灰了。我把一个人的骨灰撒在了华山之巅，让其随风飘荡，四处散落；另外一个撒在了东海，我要让他们两个永远都不能相见。李莫愁，你这恶婆娘，你太狠了你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爹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近点！李莫愁，爹，我要杀了你！我算是便宜他们两个了。若是这两个贱人还在的话，我恨不得。若是这两个贱人还在的话，我恨不得。是情花，他全身都被情花刺中，现在心中想着陆展元，自然要毒性发作。爹，情花，李莫愁对陆展元恨之入骨，怎么会引发毒性呢？这不可能。这么多年，他对陆展元还是念念不忘。他嘴上说恨，其实心里还是在想。不，你胡说！我怎么会想着陆展元这个狼心狗肺的负心汉？我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陆展元，我恨他，我恨他！恶毒老妇，你把火烧了我家传几百年的基业，你害得我如丧家之犬，有家不能归。你杀死我的柔儿，打瞎我的眼睛，快来受死！啊！杀人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公孙只要杀人啦！娘，我们要不要去救他呀？这老太婆分明在装疯，她大笑，把公孙止招来，这其中必定另有阴谋。臭婆娘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怎么样？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哇，一定是裘坚持命侍女将他抬来此处，然后让侍女用枯草和树枝掩盖住此洞，再将侍女杀死，纵生长啸。公孙止垂死挣扎，本想裹住裘千尺的座椅翻上来，没想到却将裘千尺拉了下去。这二人生时不共戴天，死时同穴而眠，这也算是一种奇缘吧。只怕是死有应得。各位，杨兄弟的解药到现在都没找到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赶紧下山，替杨兄弟寻找名医啊！对，小五，快去！好，不行，各位，今日暂时还走不了。我和一灯大师反复思量，想他定是找到这断肠草而高兴。况且这断肠草含有剧毒，以毒攻毒，应该正是情花毒的克星。反正现在也别无办法，不妨让过儿试一试。只是过儿和你情深意笃，现在你体内之毒尚无法解救。就算是这断肠草真能解过儿的情花之毒，他一心要和姑娘生死相守，也未必肯医治。像那唯一的半枚绝情丹，过儿都肯为姑娘丢下牙去，现在又岂肯独活？龙姑娘，过儿今后能不能活下去，只有你能帮她。我一定会劝他服用。给。过儿，他一生孤苦，没过多少快活日子。往后还请郭夫人多多照看他些。小龙女自当感激不尽。快起来，你和过儿对我们国家的恩情，我们都不会忘记的。若是我能帮上你们一点什么忙，我会非常高兴的。过儿，我是多么想与你生生世世长相厮守啊！可是，我又是多么想让你快快乐乐地享受人生。过儿，是我不好，不能和你相伴终生了。过儿，我不要让你为我死去，我要让你为我活下去。平没有什么大作为，瞧在楚奸杀敌、为国为民的份上，算他是一号人物吧。好，还有一个人也是大英雄。这个人解困济急，除强扶弱，众口称扬，神雕大侠。他若不是大英雄，那你便是耍赖了。小姑娘伶牙俐齿。那你答应我去黑龙潭了？你既然说我是大英雄，大英雄岂能失信于一个小姑娘？你先睡会儿，等天一亮，我们就动身。神雕侠，我一觉醒来，你不会已经离开了吧？不会离开的。
太好，我睡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武侠解说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接着聊2006年黄晓明、刘亦菲版《神雕侠侣》第5集到第10集的精彩内容。这几集是杨过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。他从一个被全真教欺凌的徒弟，变成了古墓派的传人。小妹妹。更是遇到了他一生挚爱小龙女。同时，一代宗师洪七公与欧阳锋在华山绝顶的终局之战，你为什么不肯去见英姑啊？你说出来。也在这几集里上演，堪称武侠史上最催泪的巅峰对决。今天就让咱们一起进入这段绝情与痴情交织的武侠盛宴。先来看第5集，这段的重头戏从半年后开始。赵志敬表面教杨过武功，实际上只教口诀不教招式，摆明了就是要坑他。杨兄弟，你等等我，我儿子是怎么回事？半年后，赵志敬让杨过与陆赌赌比武，想要借刀杀人。杨过被陆赌赌打得重伤倒地，眼看就要没命了。这个时候，童年时欧阳锋教他的蛤蟆功在危急关头爆发了出来，当场就把陆赌赌给打晕了。要知道蛤蟆功是吸毒欧阳锋的独门绝学，这套功法讲究以静制动，一击致命，威力极其霸道。杨过这一招不仅震惊了全真教的道士们，也让他彻底无处藏身。全真教发现杨过会蛤蟆功，认定他跟欧阳锋是一伙的。赵志敬带人疯狂追杀，杨过在慌乱中误入古墓的范围。随后御风突然袭来，杨过晕倒在古墓门口，被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孙婆婆救进了墓中。接下来是这场全真教与古墓派的冲突高潮。各位快请起。孙婆婆恳求小龙女收留杨过，但小龙女一声轻了，不愿意收留一个陌生人，断然拒绝了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赶紧给史三哥治伤。孙婆婆心有不甘，干脆带着杨过杀上重阳宫，要找全真教讨个说法。重阳宫外，全真教的郝大通、丘处机等人严阵以待。孙婆婆被郝大通难住，双方言语不合，立刻动起手来。孙婆婆的武功虽然不弱，但毕竟年事已高，被郝大通错手打成重伤，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这个时候，一袭白衣的小龙女从天而降，赶到现场。孙婆婆临终前只有一件事放不下。我在家的时候，常听人提起。她抓着小龙女的手，把杨过托付给了她，随后便闭目离世。是一个女子教的她。小龙女看着怀中奄奄一息的老人，终于点了头。世上最美丽的女子。她一手抱着孙婆婆的尸体，一手拉住杨过，转身对郝大通说：“你伤他一分，我要你10倍奉还。”立刻在自己身上捅3个窟窿赔命。郝大通被他气势震慑，拿起剑就要自尽，却被丘处机及时救下。这一段把小龙女冷峻中带有的决绝演得淋漓尽致。第5集结尾，小龙女带着孙婆婆的尸体和杨过回到了古墓。她决定信守对孙婆婆的承诺，收杨过为徒。
但是却无法回来，需要在南海神尼从此，一个10几岁的少年开始了古墓派的修炼生涯。等了他16年。到了第6集，小龙女正式教杨过练功。愿老天爷保佑你和你。古墓派的修炼方式极其特殊，不再分离。小龙女让杨过睡在冰寒彻骨的寒玉床上修炼内功。你的这番心意，这寒玉床是修炼玉女心经的关键辅助。小龙女还打算教杨过全真剑法，但因为缺少剑诀，我娘总叫我许下3个心愿，一直没有突破。过生日时一定许愿，让大哥哥和妻子早点团聚。杨过灵机一动，想起赵志敬当年逼自己强背的口诀。没想到这些被逼出来的垃圾记忆，这会儿居然变成了宝贝，圆满解决了修炼瓶颈。于是师徒2人开始了全真剑法与玉女剑法的合练。这一版的杨过和小龙女在古墓中共处一室修炼的画面，竟然选了个这么好玩的地方，可以说是这版最甜也最虐的一段铺垫。兄弟杨过，协同小朋友来找你玩了。小龙女虽然是师傅，却比杨过大不了几岁。哎呀，杨兄弟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呀？2个人的感情在这段时间里，从师徒慢慢变成了男女之情。但这段修炼期也并不太平。好功夫，杨兄弟，你胜过老顽童年轻之时。小龙女在修炼玉女心经的时候，遇到了全真教的尹志平和赵志敬纠缠，双方言语不合，直接打了起来。这也是06版里第一次展现出全真剑法对抗古墓剑法的场景。你拿去吧，杨贤侄。那这个玉女心经到底有多难练呢？你把2只灵狐都带回去吧。原著里头说得很清楚，这门武功需要师徒2人赤诚相见，互相传导内功，在花丛中修炼，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。纵有多大的内伤，也能。6版在处理这一段的时候，没有刻意的哗众取宠，能保住灵狐性命，最好用一种非常含蓄、唯美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朦胧。就将他们放了吧。而且演员刘亦菲和黄晓明的眼神交流充满了青涩感。这里来的。完全符合原著里这对师徒发乎情，止乎礼的人设。第7集剧情节奏加快，杨过在古墓中失踪了，又不要你们的命。丘处机派尹志平等人满山追捕，杨过为了躲避追击，假扮成丐帮长老，但他不知道丐帮跟他父亲杨康有过节，一听到他是杨康的儿子，丐帮弟子群起围攻，打得杨过一脸懵。这一段杨过的台词配上叮当的表演，既可怜又好笑。他明明只是想活着，结果走到哪儿都是仇人。杨过在山下偶遇耶律齐，2人意外结识。耶律齐看出杨过身手不凡，请他到自己府中做客。另一边，完颜平到耶律家寻仇，战败后想要引颈自刎，被耶律齐出手救下。神雕侠，你怎么？这一段的亮点在于，杨过阴差阳错之间开始学习各门各派的武功精粹，为他后来自成一派打下了基础。杨过始终牵挂着古墓中的小龙女，借了耶律齐的兵马，脚下不要用力，假扮成蒙古军官上山寻找小龙女。结果路上遇见了郭靖和黄蓉，一眼就被识破真身。在这等我。杨过又被郭靖给擒获了。第8集最有意思的场面，当属杨过与老顽童周伯通的那场撞见。周伯通躲在屋里被杨过发现，2个人隔着门互相斗去捉弄。周伯通光着一只脚被门缝夹住，疼得直叫唤。而杨过却反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。他拿出晶莹剔透的水晶引诱周伯通，果然成功上钩。2个人绕着屋子你追我赶，周伯通天真烂漫，完全不像一个100岁老人。杨过则聪明鬼马，
把所有的局势都拿捏在手里。当杨过到达全真教并如实相告后，丘处机、赵志敬他们一听说周师叔来了，一个个吓得下跪行大礼。这段戏既有江湖上的实力压迫感，又有喜剧的味道。第8集的另一大看点是，趁着他还没有倒下，快带他走，别死在小龙女和杨过在古木花丛中修炼玉女心经，进入到了最关键的一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被前来巡查的赵志敬和尹志平撞了个正着。赵志敬不分青红皂白，大骂两人在做见不得人的丑事。我大哥哥武功盖世。小龙女听到这一番辱骂，又羞又怒，一口真气岔了气，当场口吐鲜血，倒地不起。怎么？你怕我大哥哥打不过金轮？这一段是全剧最早的转折点之一。哎，小姑娘猜错了。小龙女重伤之后，无心再提修炼之事，也让杨过更加自责。第9集一上来就是一个爆点，而是希望能获得一个人的饶恕。小龙女感觉伤势没有复原的希望，认为自己对不起孙婆婆的嘱托，不能照顾杨过一生。是这样，我们等了他7天7夜，他竟然拔剑要杀杨过，然后与他同归于尽。这老婆子也太绝情了。因为小龙女从小被教导，既然无法履行承诺，就要让一切归于结束。但杨过怎么可能坐以待毙？他拼死逃出古墓。在山脚下，他遇到了李莫愁的弟子洪凌波。洪凌波逼他带路找古墓入口。更糟的是，赤练仙子李莫愁暗中尾随而至。小龙女深知李莫愁要把控洞口，下令杨过赶紧逃走，甚至准备放下断龙石封洞自尽。然而杨过赶回到古墓里，一把抱住了小龙女。阿弥陀佛，我不走，要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可认？这句台词配合黄晓明年轻时真挚的眼神，我怎么会认得这和尚？当年用铁砂掌让所有观众都记住了杨过对小龙女的痴情。求千仞。也是在这时候，杨过和小龙女的感情线才算正式确立。此人便是裘。这版杨过在古墓中的高光时刻，凭借的就是一身不服输的绝脾气。越是绝境，越能激发他的求生欲和抗压能力。第9集最精彩的部分是穿插在主线之外的。他要见的5绝级的最终对决。周伯通。周伯通，原来是老顽童啊！当年的北丐洪七公与西毒欧阳锋在华山绝顶相遇，两人打得昏天黑地，打了3天3夜，从雪山下打到冰封顶。这场戏剧组用了大量的实拍加特效，两个人打到力竭，不知他现在何处？全是一招一式的真功夫，而不是纯靠威亚和光效在唬人。打到最后，洪七公和欧阳锋双双精疲力尽，无法再战，便决定把杨过当成陪练，各自传授他一生所学。欧阳锋教杨过蛤蟆功，稍稍的指点一下，终生受用不尽。洪七公便传授打狗棒法。只是你要强老婆子手中这2大绝世神功居然在同一天传给了同一个少年，简直是武侠奇观。欧阳锋在传功的过程中，忽然顿悟了破解打狗棒法的法门，所有江湖恩怨一夕之间烟消云散。洪七公终于心服口服，两人相拥大笑。而欧阳锋也在这一刻终于想起了自己是谁。他疯疯癫癫了几十年，此刻却清明如初。两位绝顶高手冰释前嫌，一左一右靠在杨过怀里，我们何不见一见？含笑而视。我也正想见他。这是06版《神雕侠侣》里绝对拍的最动情的5绝之战。一灯大师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也是把金庸原著里这段巅峰对决搬上荧幕的巅峰时刻。第10集里，
杨过埋葬了洪七公和欧阳锋，从华山上下来，在路边救下一匹瘦马，还遇到了几个丐帮弟子。你和一灯大师谁的本事大？丐帮弟子告诉他，郭靖、黄蓉夫妇要在大圣关举办英雄大会。杨过决定下山前去赴宴，同时也想去找小龙女。在英雄大会的现场，全剧的第一个大高潮正式拉开。蒙古国师金轮法王率领弟子霍都、达尔巴不请自来，意图抢夺武林盟主之位。他被人掌力所伤。英雄大会的首关大将，先是大理名臣朱子柳出战。回天法术啊！他用一阳指配合书法笔画，把霍都打得满地找牙。但霍都狡诈，用暗器伤了朱子柳，反败为胜。大哥哥，你去找什么？朱子柳受伤倒下，打斗中毛笔飞出，正好打中了小龙女的衣袍。杨过一看感动他的心上人，立刻火冒三丈，直接上前与霍都过招。他自知罪孽深重，已皈依我。杨过使出偷学来的打狗棒法，3下2下就绊倒了霍都，让对方当众出尽了洋相。皈依佛门就能赎罪。霍都恼羞成怒，却又打不过杨过。罪孽便是罪孽，岂是出？金轮法王看到弟子被打败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身受重伤，危在旦夕。那一瞬间，正邪两大阵营剑拔弩张，便强忍了一口气，跋涉6版《神雕侠侣》最精彩的群戏打斗阵容也即将全面展开。回顾5到10集，每一集都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武打名场面。从杨过出用蛤蟆功打晕陆赌毒，孙婆婆重阳宫之战，小龙女逼迫郝大通自尽，古墓中李莫愁师徒出现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再到洪七公与欧阳锋的巅峰之战和英雄大会的群架，你以为一命抵一命就能？这一系列的打戏不仅是在堆叠武力值的表，没那么容易，更是在用拳脚、刀剑、内力去刻画每一个角色的性格和命运。华山之巅，洪七公与欧阳锋的终极对决，可以说是整部神雕里最顶级的武学展示。只是前辈说话行事未免太绝，杨过不才。但最终留下的却是2位老友重归旧好的温馨葬礼。这就是06版神雕最打动人的地方。他不是在教你打架，而是在跟你讲武德、讲情感。好了，第5集到第10集的解说就到这里。从第11集开始，英雄大会正反两派的全面对决将彻底点燃，杨过和小龙女也将在这里正式称霸武林盟主之位。还有我大哥哥，又有什么人不敢见呢？如果你还想继续听我解说11到15集的剧情，小姑娘，你真的能把他？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一声。你叫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，请点个赞，分享给更多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说一会儿话，你们要灵狐也好，要我跟裘全忍和